走得越远越好。你父亲猝死了！我的好女儿，现在是时候算算这笔账了。高考出分那天，在青山村的家里，我妈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她拼尽最后力气塞给我一支录音笔，叮嘱我先听第一条，第二条要等我爸何强不在了再听。我抖着手点开第一条录音，里面是我妈的叮嘱，让我报志愿能走多远走多远。我虽然不懂其中的缘由，但还是照做了，逃到了2000公里外的城市。开学第2周，辅导员神色慌张地找到我，告诉我的父亲出事了。我浑身发冷，瞬间想起了我妈留下的第2条录音，我手指颤抖着点开录音，里面的第一句话就让我浑身的血液瞬间凝固。高考出分那天，在青山村的家里，我妈熬到了生命的最后1秒，屋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闷得人胸口发慌。我死死攥着成绩单，手心的汗把纸都弄湿了。我的分数很高，够得上国内最顶尖的大学，可我妈已经快看不见了。她费力地叫我的名字，我赶紧俯下身，把耳朵贴到她嘴边。她浑浊的眼睛好不容易聚起光，枯瘦的手死死攥住我的手腕，那力气大的根本不像油尽灯枯的人。他另一只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支磨掉漆的录音笔，死死塞进我手里。他断断续续地叮嘱我拿着录音笔先听第一条，第2条要等我爸何强不在了再听。每个字都榨干了他最后一点力气。我心里咯噔一下，说不清的恐惧瞬间攥住了我。我爸身体壮得像头牛，天天下地干活，一顿能吃3碗白米饭。我怎么也想不通，他怎么会突然不在了。我刚要开口问，他只盯着我，眼里有哀求，有命令，还有沉到骨子里的悲伤。他只留下一句让我听话的叮嘱。说完这2个字，他的头一歪，攥着我的手永远的松了。我妈走了，我爸沉默地走进来，拿白布盖住了他的脸，他全程一滴眼泪都没掉，脸上只有麻木的平静。屋外邻居道贺的喊声还在飘进来，喊着我家星星出息了，青山村飞出金凤凰了。我爸走出去，声音沙哑的跟外面的人说孩子妈走了。外面的喧闹声一下子就停了，我一个人坐在妈床边，捏紧了手中的录音笔。我抖着手按下了第1条录音的播放键，里面只有我妈沙哑的一句叮嘱，让我报志愿，能走多远走多远，永远别回头。我当场就愣住了。我妈活着的时候一直盼着我考本省的师范，说离家近安稳。我怎么也想不通，她临终前会让我逃得越远越好。我捏着录音笔，心脏狂跳的快要跳出来。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我爸低沉的声音，他正在打电话，他跟电话那头的人说事情办完了，让对方放心。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录音我会听到的。我的血液在那一瞬间几乎全僵住了。我妈的葬礼办得很简单，全是我爸一手操办的。我低着头，一句话都没说，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我爸那通电话。他知道录音笔的存在，甚至在等着我听到那段录音，真是太诡异了。诡异的我后背直冒冷汗。填报志愿只剩最后1天，在青山村的家里，我爸把报考指南狠狠摔在桌上，他指着家门口的专科院校，让我就报这个，跟我说女孩子家别往外跑，话冷硬的像块石头，半分商量的余地都没有。那学校离村子不过200里地，一抬脚就能被人拽回来。我妈的声音在耳边一遍遍响，让我能走多远走多远，永远别回头。我鼓起勇气抬头问他，为什么要报这么近的？我的分数够去南方的大学。他猛地抬起头，锐利的目光像刀子一样扎在我身上。他厉声质问我是不是没听见他说的话，是不是翅膀硬了想飞了，还说这家他说了算。他丢下这句话，起身回了自己房间，把门摔得震天响。我坐在桌前，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学校代码，冷汗从额头渗了出来。我从来没违抗过他，可我妈用命给我换来了那句嘱咐，我不能辜负她。我打开地图，手指从北方的小镇一路向南滑去，最终我选了南方沿海一座城市，一所1800公里外的综合大学。我的手指在鼠标上抖得厉害，按下确认提交的那一刻，我仿佛听见了锁链断裂的脆响。录取通知书寄到的那天，我爸看了一眼那个遥远的城市名，什么也没说。他把通知书丢回给我，眼神冷得像山里冬天的冰潭，跟我说路是我自己选的，以后死在外面也别回来找他。开学那天他没送我，我自己拖着行李箱坐上了南下的火车。车窗外生养我18年的大山慢慢后退，最终消失在了地平线上。我心里没有一丝不舍，只有逃出牢笼的庆幸。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新的生活终于要开始了。大学生活是全新的，在南方这座沿海城市的大学里，到处都是自由的空气。我努力学习，参加社团，想把过去18年的阴霾全都甩在身后。我爸没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也没给他打，我们之间隔着1800公里，彻底断了联系。我对自己说，这样很好，这就是我妈想要的生活。开学第7天的周五下午，我正在学校图书馆看书，手机突然震了起来，是个陌生号码。我划开接听，是我的辅导员李老师，他让我去一趟他在文科楼302的办公室，声音听起来有些沉重迟疑。挂了电话，我心里莫名的慌了起来，一路上各种不好的预感在脑子里打转。我推开办公室的门，李老师看到我立刻站了起来，脸上写满了同情和为难。他让我先坐下，说得很慢很小心，跟我说学校刚接到我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的电话，我父亲今天早上在家中被人发现突发高血压猝死，人已经不在了。轰的一声，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耳边只剩下尖锐的鸣响。我爸死了，那个像山一样强壮像石头一样冷硬的男人就这么死了。我甚至来不及感受悲伤，一股彻骨的寒意从脚底瞬间窜遍了全身。我妈临终前的话在我耳边炸开，第2条录音要等何强不在了再听。这一切都不是意外。李老师还在说着什么，
让我节哀，问我要不要立刻请假回家。我什么都听不见了，跌跌撞撞地跑出办公室，跑回了宿舍。舍友们都去上课了，房间里空无一人。我从行李箱的最深处翻出了那支录音笔，它静静地躺在我的手心，像一个等待了18年的审判。我的手指抖得不成样子，几乎按不动播放键。我用了很大的力气，终于按下了第2条录音。我妈熟悉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第一句话就像一把淬了毒的尖刀，狠狠刺进了我的眼睛。我的世界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录音里的第一句话是我妈喊我的小名星星，让我快跑，永远别回青山村。她跟我说，我喊了18年爸的那个男人跟我没有半点血缘关系，他是把我拐进村的恶魔。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有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雷动。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听，每一个字都烫得我灵魂都在颤抖。录音很长，我妈用尽了最后的时光给我讲了一个长达17年的噩梦。她本不属于那座大山，家在省会宁州，父母都是市里医院的资深医生。她学的是新闻，梦想是做个敢说真话的记者。17年前，在去往偏远乡镇的路上，我妈独自去暗访违规诊所，途中被人贩子盯上，被下药迷晕了。等她醒来时，已经身处那个叫青山村的偏僻山沟，被卖给了我喊了18年父亲的何强。那个村子封闭又野蛮，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条罪恶链条上的一环。他们早就对买卖女人习以为常，死死盯着每一个外来的媳妇，严防死守，生怕他们跑掉。我妈前前后后跑了3次，第一次被抓回来，被打断了一条腿；第2次被抓回来，被关在猪圈里3天3夜，一口水一口饭都没给；第3次她已经跑到了镇上，却被杂货店老板娘举报，被拖回去后折磨的只剩半条命。她彻底绝望了，直到发现自己怀了我。我的到来给了她活下去的理由，也让她有了一个更长远的计划。她不能带着我逃跑，太危险，目标也太大。她要为我铺一条绝对安全的路。她开始伪装自己，变得顺从麻木，像一个真正的青山村媳妇，对我爸百依百顺。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倾注在了我身上，偷偷教我读书认字。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山村，他顶着巨大的压力，硬是让我上了学。他跟我爸说，女孩子有文化，以后能嫁个好人家，换更高的彩礼。我爸信了，他愚蠢又自大，以为自己牢牢攥着一切。他却不知道我妈的隐忍和顺从之下，是一颗满是仇恨、筹谋了10几年的心。高考是我妈计划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她知道，只有考出去，我才能名正言顺地离开那座山，所以她拼了命地督促我学习。而我爸的死，是他计划的最后一步。录音里，我妈的声音带着一种冷到骨子里的平静，她跟我说，那个男人不会放过我，嘴上说着让我离家近点，其实是想等我大学毕业，把我嫁给村支书的儿子，换一大笔彩礼给他养老送终。他不会让我飞出他的手掌心，所以他必须死。这是他送给我18岁的成人礼，是他能为我铺的最后一段路。我妈没说他是怎么做到的，但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我爸有严重的高血压，却顿顿离不开酒。他每天出门干活前，我妈都会为他温好一壶酒。他一定是在酒里动了手脚，不会立刻致命，却能让他的血压在短时间内骤升，引发猝死。他算准了时间，算准了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离开家之后才会发作，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到我头上。他用自己的死亡和我爸的死亡，为我换来了一条生路。录音的最后，是我妈对我最后的嘱托。她跟我说，青山村的人很快就会发现不对劲，他们是一个整体，不会轻易放过一个逃走的人，他们会来找我，所以我必须再次离开，去一个他们找不到我的地方。她反复叮嘱我，不要相信任何人，尤其是从家乡来的任何人。她还告诉我，录音笔里还有一张银行卡，密码是我的生日，里面是她这些年偷偷攒下的钱，足够我用一段时间。还有一张我外公外婆的照片，地址写在了照片背后，让我去投靠他们。她让我忘了陈星这个名字，忘了过去18年的一切，活下去，自由的活下去。妈妈在天上看着你。在大学宿舍里，我听完录音，早已泪流满面，趴在桌子上哭得撕心裂肺。原来我以为温馨的家是一个吃人的地狱，原来我敬畏的父亲是一个毁了我妈一生的魔鬼，原来我沉默的母亲是一个用生命为我布局的战士。我把录音笔和照片小心地收好，擦干了眼泪。悲伤和恐惧过后，一种前所未有的冷静涌上了心头。我妈用她的命换来了我的自由，我不能辜负她，我必须活下去。就在这时，放在宿舍桌上的手机响了，是一个来自家乡的座机号码。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我盯着屏幕上那个跳动的号码，像在看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电话铃声固执地响着，一遍又一遍。我知道我必须接，我需要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我深吸一口气，调整了一下声音，让它听起来尽量正常，还带着刚哭过的哭腔，接起了电话。电话那头是村长老周，按村里辈分，我该叫他一声大爷爷。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和蔼，带着一丝关切，先开口安慰我节哀，然后话锋一转，跟我说我爸走得突然，后事总得办，我一个女娃办不来这些事，让我请假回去一趟，村里人都会帮忙。他的话听起来滴水不漏，让女儿回家给父亲办后事，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我从他温和的语气里听出了一丝不容拒绝的命令。他们要我回去，要把我带回那个牢笼。我的手心开始冒汗，找了个蹩脚的借口，跟他说刚开学，学校这边假不好请。他的声音陡然严厉了起来，质问我什么课能比我爸的后事还重要。可很快他又恢复了温和的样子。他跟我说，我爸留下的房子、地还有抚恤金都需要我回来签字处理，不回来这些东西都没法办。他在用财产引诱我，也在用孝道和责任捆绑我。我心里清楚，我一旦回去就再也出不来了。我只能先假意答应下来，跟他说我会跟老师申请一下，尽快买票回去，买到票再给他打电话。老周的声音里透着满意，
又问我大概什么时候能到家，村里好派车去镇上接我。他问得如此具体，像在确认猎物进入陷阱的时间。我推脱说票不好买，买到了再联系，他才挂断了电话。我握着手机，浑身冰冷，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我没有时间了，必须马上离开这里。我立刻在宿舍开始收拾东西，衣服只带了几件换洗的，其余的全都不要了，书本、生活用品。所有带着学校印记的东西，我全都留下了。我必须像人间蒸发一样，不留下一丝痕迹。我拿出我妈留下的那张银行卡，还有那张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背后是一个地址：宁州市淮安路永安里17号。那是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城市，却是我唯一的希望。我把卡和照片贴身放好，随后我去了辅导员李老师在文科楼302的办公室。我红着眼睛跟他说家里出了事，父亲意外去世，我要立刻回家处理后事。李老师对我充满了同情，立刻就批准了我的无限期长假，还问我需不需要学校的帮助。我谢绝了，我不能把他卷进来。我跟他说我会先去一个远房亲戚家处理好情绪再回家，让他不用担心，这是一个小小的谎言，希望能为我争取一点点时间。从办公室出来，我没有回宿舍，我用手机软件买了一张最快去宁州的火车票，不是从我所在的城市出发，而是先坐大巴去临市，再从那里上车。我必须尽可能地混淆他们的追踪路线。夜幕降临，我背着一个不起眼的旧书包，戴着帽子和口罩走出了大学校门。夜幕降临，我站在大学校门外，回头看了一眼灯火辉煌的校园。我才刚刚在这里呼吸了几天自由的空气，可现在我又得开始逃亡了。我没有去学校门口的公交站，而是沿着一条小路步行了很远，才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开往长途汽车站。车子汇入城市的车流，我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霓虹灯，心里没有半分留恋。我知道，从我踏出校门这一刻起，陈星这个名字已经死了，活下来的是一个要去寻找新生的人。一场前途未卜的盛大逃亡正式开始了。深夜，去往临市的大巴车上，灯光昏暗，乘客们大多在打盹，车厢里安安静静的。我缩在角落的位置，把帽子压得更低，遮住了大半张脸。车窗外是漆黑的乡间公路，偶尔有灯光一闪而过，每一束掠过的车灯都让我心惊肉跳。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黑暗里死死盯着我，我爸的脸，村长老周的脸，还有村里那些男人麻木又贪婪的脸，在我脑海里交替出现。2个小时后，大巴到达临市的客运站，已经是后半夜。我不敢停留，直接打车去了火车站。火车站里人来人往，喧嚣的气息冲淡了我心头的一些恐惧。人越多的地方，我反而越觉得安全。我买的是一张硬座票，车程要20多个小时。我挤在嘈杂的车厢里，周围是五湖四海的口音，还有各种食物混合的味道。那一夜，我一眼没合，只要一闭上眼，我妈录音里的那些话就会在耳边回响。火车在铁轨上发出有节奏的哐当声。天亮了，又黑了。我靠着窗户，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村庄和城市，离家乡越来越远，离那个叫青山村的噩梦之地越来越远。20多个小时后，火车终于缓缓驶入了宁州的车站。当我走出车站，看到眼前这个繁华的城市时，我几乎没法呼吸。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渺小和茫然，也感到了一种被巨大城市庇护的安全感。在这里，我只是一滴水，汇入了大海，谁也不会注意到我。我按照照片背后的地址坐上了地铁，在陌生的城市里穿行，问了好几个路人，我才终于找到了淮安路。这是一条有年头的老街，两旁是茂密的梧桐树，弄堂里是充满生活气息的，就是里弄房子。我找到了那个门牌号，永安里17号。那是一栋看起来有些年头的2层小楼，门口有一个小小的院子。我的心跳得飞快，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我推开虚掩的院门，走了进去。一个正在院子里浇花的老奶奶抬起头来看我，问我找谁。我声音抖得不成样子，问她这里是不是许家。老奶奶打量了我几眼，摇了摇头，跟我说他们家姓王，在这里住了10几年了。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我不死心地追问她，原来住在这里的许家去哪里了？老奶奶想了想跟我说，许家的女儿在外面上大学的时候人没了，一家人伤心的不行，找了好多年也没找到，后来就把房子卖了，也不知道搬去哪里了，线索就这么断了。我站在院子里，手脚冰凉，我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儿，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巨大的失落和恐惧将我彻底淹没，我失魂落魄地走出弄堂，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我妈的计划里，投靠外公外婆是最后的一环，现在这一环断了，我的人生也成了一个死局。就在我彷徨无助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一道目光，一道阴冷而熟悉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后背上。我猛地回头，在街对面的人群中，我看到了一个身影，一个穿着深色夹克的男人，正隔着马路冷冷地看着我。他的脸我看得清清楚楚，是老周的二儿子周虎，村里有名的混子，也是我爸最信任的兄弟。他怎么会在这里？竟然这么快就追来了！我的血液在一瞬间凝固了。那个牢笼根本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跟着我来到了1800公里之外。我的大脑有那么一瞬间是停止运转的，时间与空间都仿佛被冻结了。我只看得到街对面那张脸，周虎，他怎么会在这里？他是怎么找到我的？无数个问题在我脑中炸开，却没有一个有答案。唯一清晰的是彻骨的寒意。他看见我了，他的眼神阴鸷，嘴角甚至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那是一种猫捉老鼠的胜券在握的笑容。他抬起手朝我的方向做了一个抓握的动作，这个动作像一道电击，瞬间击碎了我的僵直。逃！我脑子里只剩下这一个字。我猛地转身，不顾一切地向身后的人群冲去。我撞到了人，听到了咒骂声，
可我不敢停，不敢回头。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在陌生的街道上狂奔，身后的脚步声紧追不舍。我能听到周虎在后面粗野地喊着：“让我站住！”说我跑不掉的。他的声音像索命的魔咒，让我更加恐惧。这里是宁州，不是那个我闭着眼睛都能走遍的山村。每一个路口，每一条巷子，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迷宫。我拐进一条狭窄的弄堂，两边是老旧的居民楼。我不知道这条路通向哪里，我只知道我必须甩掉它。我听见他的脚步声也在弄堂里回响，越来越近。我的肺像要炸开一样，喉咙里全是血腥味，体力在飞速的流失。弄堂的尽头是一个小小的后门，我推开门，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便民市场。正是傍晚时分，市场里人声鼎沸，各种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混杂在一起，这是一个绝佳的藏身之处。我立刻矮下身子，混进买菜的人流中。我不敢回头，只能凭感觉在人群的缝隙里穿梭。我躲在一个卖水产的摊位后面，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我偷偷探出头，在人群中寻找周虎的身影。我看到了他，他就站在市场的入口处，像一头暴躁的野兽，四处张望。他的眼神凶狠，扫过每一个从他身边经过的人。有那么一刻，他的目光似乎朝我的方向看了过来，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立刻蹲下身，把自己完全藏在摊位后面。我的心脏在狂跳，几乎要从胸口蹦出来。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过了很久，我才敢再次悄悄地抬头，入口处已经没有了他的身影。我不敢赌他是不是真的走了。我看到市场有另一个出口，通向另一条街道。我弯着腰，借着人群和摊位的掩护，一点一点地朝那个出口挪动。终于，我走出了这个嘈杂的市场。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城市的霓虹灯亮起。我站在街角茫然四顾，我逃出来了，只是暂时的，但我知道这只是开始。宁州的街头，我站在街角，心里清楚他们能找到这里一次，就能找到第二次。青山村那张无形的网已经跨越了1800公里，牢牢地笼罩在我的头顶。我必须想办法彻底剪断它。我看着不远处一个地铁站的入口，像是看到了救命的稻草。我需要一个能快速移动，并且能将我带去任何地方的交通工具。我摸了摸口袋里仅有的一些现金，毫不犹豫地走了下去。列车进站的风吹起我的头发，我随便上了一趟列车，甚至没有看它的终点是哪里。车门关闭，列车在黑暗的隧道里飞速穿行。我靠在冰冷的车厢壁上，看着窗外飞逝的灯光，身体仍在不住地颤抖。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去哪里？没有人能回答我。我只知道，从今天起，我的人生就是一场亡命天涯。深夜的宁州地下，地铁在隧道里穿行，将我带向这座城市的未知角落。车厢里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我始终缩在角落里，像一个透明的影子。几个站后，我下了车，走出地铁站，眼前是一片完全陌生的街区。这里灯火辉煌，却也充满了疏离感。我找了一个公园的长椅坐下，任由晚风吹着我冰冷的身体。我必须冷静下来。我必须想清楚，周虎是怎么找到我的？从我离开大学到抵达宁州，中间只隔了1天多。他们就算立刻出发，也不可能这么精准的在永安里堵到我。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又一个可能。是手机，我翻遍了手机的所有功能，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软件。我爸那样的人根本不懂这些东西。那么是银行卡？我的心猛地一沉，是我妈留给我的那张银行卡。我用这张卡在网上买了火车票，甚至在来宁州的路上取过一次钱。每一次消费，每一次取款都会留下记录。青山村那些人或许不懂网络追踪，但他们可以找帮手。他们只需要找到一个在外面混得好的同乡，或者花点钱，就能轻易地查到我的消费记录，锁定我的最终目的地宁州。然后他们只需要在永安里守株待兔。所有的线索都对上了，我的后背渗出一层冷汗。原来我自以为天衣无缝的逃亡，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个笑话。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注视之下。这张银行卡不是救命的稻草，是一根牵引着猎狗的绳索。我必须立刻扔掉它。还有手机，我也不能再用了。我看了看手机上显示的时间，已经是晚上9点。我站起身，开始寻找银行的自动取款机。我不能再拖了，必须在他们反应过来冻结这张卡之前，把里面所有的钱都取出来。那是我妈留给我最后的遗产，是我活下去的资本。我走进一条相对僻静的街道，终于找到了一个自助银行服务点，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我插进卡，心脏跳得飞快。我输入密码，是我的生日，屏幕上显示出余额38427元。对于一个山村家庭来说，这是一笔巨款，是我妈17年来从牙缝里，从我爸的掌控下一点一点抠出来的。我的眼眶瞬间就发热了。我选择了全部取出，取款机发出嗡嗡的声音，一张张崭新的钞票从出钞口吐出。我将钱迅速塞进书包，然后退出了卡。我拿着那张薄薄的卡片，犹豫了1秒，用力将它掰成了2段，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做完这一切，我快步走出了自助银行。我感觉像是卸下了一个沉重的枷锁，但也意味着我与过去所有的联系都彻底切断了。我走到一个公共厕所，将手机卡取出，掰断，扔进马桶冲走。手机本身也被我丢进了另一个街道的垃圾桶里。现在我身上只有现金，一个旧书包和那张外公外婆的照片。我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黑户。我需要一个地方过夜，一个不需要身份证登记的地方。我走进了一家看起来很陈旧的招待所，前台是一个打着哈欠的大妈，开口问我是不是住宿。我装出可怜的样子，跟她说我的身份证丢了，还在补办，问她能不能通融一下，让我住1晚。大妈打量了我一眼，不耐烦地跟我说没有身份证不能住。我从口袋里掏出200块钱，悄悄放在了柜台上，求她行行好通融一下。大妈看了看钱，又看了看我，最终还是收下了钱，
给了我一把钥匙。他跟我说只能住一晚，明天必须赶紧走。房间在2楼尽头，狭小而潮湿，但我不在乎，只要有一张床，一个能上锁的门，对我来说就是天堂。我反锁上门，又用椅子死死地抵住，然后我才敢靠着墙壁慢慢滑坐到地上。恐惧和疲惫如潮水般将我淹没，我抱着膝盖在这个陌生的房间里，第一次感到了彻骨的茫然。钱只够我活一段时间，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周虎还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青山村的人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我的未来在哪里？宁州的清晨，我在那间破旧的招待所里度过了无比煎熬的一夜。窗外任何一点声响都能让我瞬间惊醒。天一亮，我就立刻退房离开了。我不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太久。我走在清晨的街道上，混在行色匆匆的上班族里，每个人都有明确的目的地，只有我像一片飘零的落叶，不知将要去向何方。我需要一个长期的计划，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青山村那帮人就像枯骨之躯，只要他们认为我还有价值，就绝不会放弃。他们眼里的价值就是把我卖一个好价钱，我必须让他们觉得我死了，或者让他们再也找不到我。要做到这一点，我就必须在这个庞大的城市里扎下根来。我需要一个新的身份，一份能糊口的工作，一个安全的住处。但这对我一个没有身份证、没有学历证明的黑户来说，难如登天。我坐在街边的长椅上，从书包里拿出所有的东西，几件换洗的衣服，3万多块现金，还有那张泛黄的照片。我看着照片上外公外婆温和的笑脸，他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存在的唯一亲人，找到他们是我唯一的希望。可是地址的线索已经断了，我还能从哪里入手？我妈在录音里说过，他们是市里医院的资深医生，在那个年代能被称为资深医生，至少也是科室主任或者学科带头人。这样的人会不会在某些地方留下过痕迹，比如医学论文、医院报道或者学校的档案？一个念头像微弱的火花在我脑海里亮了起来。宁州市图书馆，那里是这座城市所有信息的汇集地，或许我能从那些旧报纸和旧档案里找到关于他们的蛛丝马迹。我立刻行动起来，问了好几个路人，才找到去市图书馆的公交车。巨大的图书馆像一座庄严的殿堂，我走进阅览室，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的味道，让我感到了一丝久违的平静。宁州市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区里，我找到了存放旧报纸的区域。我要查的是17年前甚至更早的本地报纸。我不知道外公外婆的名字，我妈在录音里没有提过。我唯一的线索就是那张泛黄的照片和许家这个姓氏。我从17年前的本地报纸开始，一页一页的翻阅，我在寻找任何与许姓医生失踪女儿相关的信息。时间在我指尖流逝，从清晨到中午，又到黄昏。我的眼睛看得酸涩，几乎要流出泪来，可依旧一无所获。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我的指尖触碰到了一篇很小的报道，它藏在报纸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报道的日期是18年前，标题是我是青年外科专家徐秉成荣获医学杰出贡献奖。报道旁边配了一张很小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男人戴着眼镜，温文尔雅，和我手中那张照片里的男人一模一样。徐秉成，这就是我外公的名字。我的心脏激动得快要跳出来，我贪婪地阅读着那篇简短的报道，上面提到了他的工作单位宁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他同时也是医科大学的客座教授。一个全新的无比清晰的线索出现在我的面前，宁州医科大学。我立刻站起来准备离开，我必须去那里。我走出图书馆大门的时候，天色已经擦黑。我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夜晚微凉的空气，长久以来的绝望和迷茫第一次被一束光照亮，我有了新的方向。就在这时，我的余光瞥到了街对面的一个身影，一个蹲在报刊亭旁边抽着烟的男人。他穿着一件不合时宜的旧夹克，脚边放着一个蛇皮袋，他的目光正有意无意地朝图书馆门口这边张望，那是一种我再熟悉不过的眼神，麻木、贪婪，又带着一丝警惕。那是青山村男人的眼神，虽然不是周虎，但我敢肯定他也是从那个村子里出来的。我的血液再一次凝固了。他们不只派了一个人来，甚至已经想到我会来图书馆寻找线索。他们在我前面布下了一张更大的网。我的身体比我的大脑先一步做出反应，我没有后退，而是立刻转身，重新走回了图书馆的大门。我的动作很自然，就像一个刚刚出门却发现忘了东西的学生。那个蹲在报刊亭的男人似乎没有特别留意我，他的任务应该是监视从大门里出来的符合我特征的每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刚刚走出去又立刻返回的人。我重新回到图书馆安静的大厅里，心脏在胸腔里撞得生疼。我不能从大门出去，那里是一张已经张开的网。我快步走向卫生间，将自己反锁在一个隔间里。我对着光洁的墙壁大口的喘息，我不断告诉自己要冷静。我妈能在地狱里隐忍17年，我不能在这里乱了阵脚。他们能猜到我会来图书馆，这说明他们对我行动的心理有了一定的预判。他们知道我想寻找线索，他们下一个会去堵截的地方一定是宁州医科大学。我必须在他们之前完成我想做的事情，并且我必须用一种他们预料不到的方式离开这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个穿着旧外套、戴着帽子、面带惊惶的女孩，这个形象太显眼了。我脱掉帽子，用手把头发抓乱，让它们随意披散下来。我又脱下外套，翻了个面。这件外套的内里是深蓝色的，和外面的灰黑色截然不同，看起来就像一件新衣服。我把书包背在胸前，而不是背后，整个人的气质瞬间从一个畏缩的逃亡者变成了一个看起来有些叛逆和随性的学生。我走出卫生间，没有走向大门，而是走向图书馆的另一侧，那里是电子阅览区和自习室。傍晚的自习室里，很多学生在这里看书学习。我找了一个角落坐下，
假装在看电脑，我的眼睛却在观察着这里的每一个出口。我发现了一扇消防通道的门，门上贴着紧急出口，请勿占用的字样。我看到有清洁工推着车从那扇门里进出过，说明他并没有上锁。我等了大概半个钟头，自习室里的人开始陆陆续续离开，形成了一小股人流。我混在他们中间，朝着那扇消防门的方向走去。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尽量让自己的步伐看起来自然。在经过那扇门的一瞬间，我飞快地拉开门，闪身了进去。门在我身后缓缓关上，门后是一条狭窄又昏暗的楼梯。我顺着楼梯一路向下狂奔，楼梯的尽头是图书馆的后巷，这里堆满了垃圾桶。我成功了，我从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溜了出来。我不敢停留，沿着后巷快步离开。我没有立刻去医科大学，我知道那里现在可能比图书馆门口更危险。我绕了很远的路，在城市的另一端找了一家不需要身份登记的通宵网吧。我需要一个地方让我能安全地度过这一晚，也需要一个地方让我重新整理我的计划。深夜的网吧里烟雾缭绕，键盘的敲击声此起彼伏。我蜷缩在角落的沙发上，用外套盖住自己。我第一次发现这种混乱和嘈杂竟然能给我带来一丝安全感，因为在这里没有人会注意一个疲惫的想要睡觉的女孩。我闭上眼睛，脑海里那张网却变得越来越清晰。他们不止一个人，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我面对的不是一个州虎，而是整个青山村，是那个盘踞在大山深处吃人的怪物。第二天中午，我在网吧的角落里一直待到这个时候才从浅眠中醒来。阳光透过肮脏的玻璃窗照进来，我浑身酸痛，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意。但我必须出发了，我不能再等了。拖得越久，他们布下的网就越密。宁州医科大学是我现在唯一的希望之地。我依然没有直接坐车过去，换了2趟公交车，在距离大学还有2、3站的地方就提前下了车。然后我步行过去，一边走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我看到了几个在路边徘徊眼神犹豫的男人，他们穿着打扮各不相同，但他们身上那种无所事事却又时刻保持警惕的气质，我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是青山村的人。我的心沉了下去，他们真的把大学给围堵了。我不能从正门进去，我沿着大学的围墙走了很长一段路。我观察了很久，确认没人注意我之后，才飞快地钻了进去。我低下头，混在学生中间，按照路边的指示牌寻找医学院的教学楼。我的心跳得很快，手心里全是汗。我害怕被人拦住盘问，害怕迎面走来的某个人就是青山村的探子。幸运的是，没有人注意我这个低着头的学生。我顺利地找到了医学院的大楼，这是一栋很有年代感的红砖建筑。白天，宁州医科大学的医学院大楼外，我没有贸然进去。我在大楼对面的长椅上坐下，假装在低头看书。实际上，我的余光一直在观察进出大楼的每一个人。我看到一个穿西装、神色紧张的中年男人正在门口跟保安说着什么，那个保安还不时地朝着我这个方向看过来。我立刻低下头，用手里的书挡住了自己的脸。他们已经渗透到这种地步，甚至买通了这里的工作人员。我不能进去，一旦贸然进去就是自投罗网。我该怎么办？我的目光落在了大楼门口的公告栏上，上面贴着各种学术报告、讲座通知，还有一些表彰公告。也许我能从那里找到我想要的线索。我绕到大楼的侧面，从另一个角度慢慢靠近那个公告栏。我的心几乎要从喉咙里跳出来，总感觉那保安的视线像探照灯一样在我的背上扫来扫去。我终于走到了公告栏前，假装在看一张讲座海报，我的眼睛却飞快地扫视着公告栏上所有的信息。终于，在一块光荣榜的角落里，我看到了那个名字徐秉成，在医学院建院40周年杰出院友的名单里，他的名字后面跟着一个年份，是10年前。而在徐秉成的名字旁边还有一个名字温敬山，他们2个人的名字被并列放在了一起。下面有一行小字注释，写着感谢徐秉成教授与温敬山教授为我院临床医学实验室做出的奠基性贡献。温敬山这个名字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的大脑。我妈在录音里没有提到过这个名字，但这个和外公并列的名字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们是同事，是伙伴，甚至可能是相交多年的挚友。如果外公已经退休了，甚至已经不在人世了，那么这个温敬山就是我唯一的最后的线索。我不敢再在医学院大楼附近逗留，飞快地转身离开。我需要知道温敬山教授的一切，他的办公室在哪里，他今天有没有课，他什么时候会下班。大学的官网，我立刻就想到了这个办法。我重新回到了那家通宵网吧，开了一台机器，熟练地打开了宁州医科大学的官方网站。在医学院的教师介绍页面，我找到了他的相关信息。温敬山，博士生导师，资深外科专家。网站上附有他的照片，是个头发花白、戴眼镜，看起来很儒雅的老人。下面还有他的办公室地址以及他本学期的课程表。我看到他当天下午在综合教学楼有一个大课，从2点到4点。我不能在课上找他，那样太引人注目了。我必须在他下课的路上找到能和他单独说话的机会。我再一次潜入医科大学，这一次我已经轻车熟路。我找到了那栋综合教学楼，在外面找了个隐蔽的角落等着。等待的时间无比漫长，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我害怕青山村的人会突然出现，也害怕这个温教授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下午4点整，教学楼的下课铃声准时响了，学生们从教学楼里蜂拥而出，吵吵嚷嚷地四散离开。我躲在一棵大树后面，紧紧地盯着教学楼的出口。几分钟后，我终于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头发花白，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
手里拿着一个陈旧的讲义架，正是官网照片上的温敬山教授，分毫不差。他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站在门口和一个学生耐心地交谈着，脸上带着温和又包容的笑容。等那个学生离开后，他才独自一人朝着一条林荫小道走去。那条路很僻静，人迹罕至，通向学校的家属区。机会来了，我深吸一口气，从树后走了出来。我快步跟了上去，心脏在胸腔里狂跳，手心里全是冷汗。我该怎么开口？我该跟他说些什么？我终于鼓起勇气，在他身后轻声喊了一句温教授。他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眼神里带着些许疑惑，问我是不是在叫他。我连忙点头，跟他说我想向他打听一个人，声音因为紧张止不住的发抖。他扶了扶眼镜，和善地看着我，问我要打听什么人。我从书包里拿出那张已经被我看得起了毛边的照片，颤抖着手递到他面前，问他认不认识照片上的这个人。温教授的目光落在了那张照片上，只一眼，他脸上的笑容就瞬间凝固了，他的眼睛猛地睁大，瞳孔剧烈的收缩，死死地盯着照片，仿佛看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东西。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伸出手想要去拿那张照片，可手抖得太厉害，试了好几次才拿到。他把照片凑到眼前，仔仔细细地看着，然后猛地抬起头，用震惊、悲伤又带着一丝恐惧的复杂眼神看着我。他的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字。最后他终于从喉咙里挤出了一个名字，不是许秉承，也不是我妈的名字，而是我从未听过的女孩乳名然然。说完这句话，浑浊的眼睛里瞬间涌上了滚烫的泪水。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问我是谁，跟然然是什么关系，声音里带着无法抑制的激动。就在这时，不远处的树林里传来一声轻微的树枝被踩断的声响。温教授的脸色骤然大变，他像是受惊的鸟，猛地拉着我转身就走，让我快跟我来，说这里不安全。温教授拉着我，几乎是在用跑的速度往前冲。他年岁已高，但脚步却异常稳健，对校园里每一条可以抄近路的石子小径都了如指掌。他不停催促着我跟我走，快一点，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急切。我们穿过一片茂密的竹林，绕过几栋寂静的实验楼，他把我带进了学校最深处的教师家属区。这里都是些老旧的苏式红砖楼，被巨大的梧桐树遮蔽着，显得格外安静又隐秘。他打开1楼的一扇门，迅速把我拉了进去，然后立刻反锁了房门，门咔嗒一声关上，也将外面的世界彻底隔绝开来。房间里光线昏暗，充满了旧书和消毒水混合的味道。这是一个典型的老教授的家，四壁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架，上面密密麻麻摆满了厚重的医学典籍。温教授靠在门上，大口地喘着气，额头上满是细腻的汗珠。他不再是那个温文尔雅的学者，更像一个刚刚逃过追捕的战士。他缓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平复呼吸，走到了我的面前。他的目光再次落在我脸上，那是一种混杂着悲伤、怀念和难以置信的复杂眼神。他轻声问我，是不是真的是然然的孩子，声音里带着止不住的颤抖。我点了点头，眼泪再也忍不住，顺着脸颊不停滑落。我跟他说，我叫陈星，我妈叫许清然，乳名然然。他跟我说，他叫温敬山，是我外公许秉承最好的朋友，也是他这一生唯一的知己。这一句话证实了我所有的猜想，也让我孤立无援的心终于找到了一丝可以依靠的港湾。我哽咽着问他，我的母亲，她叫许清然，对吗？他点了点头，跟我说，是清然，我们都叫她然然。宁州医科大学家属区的老房子里，温教授的眼眶也红了，他陷入了长久的回忆，跟我说然然是个好孩子，然然像他父亲一样聪明，又像他母亲一样善良。17年前，然然说想去乡镇暗访违规诊所，那是他上大学后第一次独自做深度报道，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痛苦。他跟我说，我外公外婆疯了一样的找然然，他们报了警，登了寻人启事，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他们去了所有然然可能去的地方，问遍了所有然然认识的人，可然然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静静地听着，仿佛在听一个遥远而悲伤的故事，可故事的主角是我的母亲。我问出了最想知道的问题，我问他，我的外公外婆他们现在在哪里？温教授的眼神暗淡了下去，他缓缓地摇了摇头。他跟我说，我外婆思念成疾，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在8年前他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的心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疼得无法呼吸。他接着跟我说，我外公撑了很久，他一直相信然然还活着，他总说总有一天我会带着消息回来找他。3年前的一个冬天，他很平静地在睡梦中走了，就在旁边那张磨破了皮的旧沙发上，永远地闭上了眼。我所有的希望在这一刻彻底化为了泡影。我以为我至少还能找到亲人，可原来我还是一个人。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和我血脉相连的亲人了。看着我悲痛欲绝的样子，温教授叹了口气，跟我说，孩子别哭。他说我的外公外婆给我留下了很重要的东西。秉承在最后的日子里反复叮嘱他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说如果有一天一个长得像然然的女孩拿着照片来找他，就说明然然可能已经不在了，而这个女孩的出现也意味着巨大的危险来了。我猛地抬起头，他跟我说，我外公说然然的失踪不只是一场普通的拐卖，他和我外公当年都在参与一个药物研发项目，那个项目招惹了我们绝对不该招惹的人。我问他是什么项目，声音因为震惊而变得有些嘶哑。温教授走到窗边，小心地拉开窗帘的一角向外看了一眼，外面很安静，只有风吹动树叶发出的沙沙声响。他重新拉上窗帘，房间里再次陷入昏暗的氛围里。他压低了声音跟我说，那是一个关于新型心血管药物的研发项目，仿佛在诉说一个尘封了17年的禁忌的秘密。他跟我说，我外公是个天才，
一个真正的医学天才，在那个领域，他已经远远走在了所有人的前面。他说我外公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药物成分，能够彻底改变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格局，意义重大。但这项技术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救命，也能被资本利用。他跟我说，有个叫益康医药的上市公司，不知道从哪得到了消息，他们找到了我外公，想买断他所有的研究成果，想要强行推动这项技术上市，赚取巨额的利润。我外公拒绝了，他知道如果技术落到逐利的资本家手里，会害死无数无辜的人。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一个比青山村更加庞大、更加恐怖的黑影正在慢慢浮现。温教授的脸上露出了痛苦和深深自责的神情。他跟我说，他当时还劝我外公，说他太偏执、太理想化。他们为此大吵了一架。然而失踪后，他才明白自己错得有多离谱。他说那不是一场意外，那是一场策划好的绑架。他们想用冉冉来逼我外公就范，交出核心技术。他停顿了一下，声音更加沉重，跟我说青山村那样的存在，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个用完就可以丢掉的肮脏的工具。原来是这样。我妈的悲剧从一开始就源于一场巨大的阴谋，我爸何强、青山村都只是这个阴谋最末端、最无知的执行者。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绑架的是谁，只知道那是个能卖钱的商品。真正的魔鬼一直躲在幕后，操控着这一切。我颤抖着问他，我外公最后有没有向他们妥协？温教授的语气里带着一丝骄傲，跟我说从来没有。秉承的脊梁是任何人都压不垮的。他从未低头，他表面上假装屈服，暗地里却销毁了大部分关键数据。然后他将最核心的东西藏在了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他说，从此以后，我外公放弃了所有的研究，开始了他长达10几年的寻找女儿的漫长旅程。而益康医药也一直在暗中监视着他，耐心地等待着。他们在等我。温教授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跟我说，他们在等我这个唯一可能知道那个秘密的许家的血脉。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们能这么快追到宁州，为什么他们能在我可能出现的每一个地方都布下天罗地网，因为他们已经等了17年，这张网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为我准备好了。我问他我外公留下了什么，温教授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跟我说一个盒子。他说那是留给冉冉的嫁妆，也是能够审判所有魔鬼的最后武器。我立刻追问他，那个盒子现在到底在哪里？他跟我说，盒子在学校废弃的老图书馆里，就在我外公以前的办公室里，只有他和我外公知道位置。温教授看了眼墙上的挂钟，跟我说要等天黑后行动。白天到处都是他们的眼线，我们根本没有机会靠近，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直到天色彻底暗了下来，温教授才起身跟我说，走吧，我们去取那个盒子。我们避开主路，穿行在树林的阴影里，脚步放得极轻。温教授用生锈的钥匙打开了老图书馆的侧门，一股尘封多年的灰尘和霉味瞬间扑面而来。我们悄声上楼，在2楼的一扇厚重的木门前停下，门上的铜牌上模糊的字迹显示这里是徐秉成教授办公室。打开门后，温教授推开了靠墙的沉重的红木书架，露出了后面的暗格，里面静静放着一个黑色的金属盒子。就在他取出盒子的瞬间，楼下传来了脚步声和对讲机的声音，有人在喊着让去2楼检查一下，动作快点。温教授立刻关掉手电，拉着我躲到了宽大的办公桌下，手电筒的光从门缝扫进来，停在了办公桌前。我们蜷缩在桌子底下，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片刻后，光线一开，脚步声也渐渐朝着远处远去。外面的人说着好像没人，要去行政楼那边再看看。我们在桌子底下待了很久，才敢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我们抱着盒子迅速逃离了图书馆，一路狂奔回到了温教授的公寓。一进门，我们就锁好了所有的门窗，拉上了厚重的窗帘。盒子很重，上面只有一个结构复杂的密码拨盘。我问温教授，打开这个盒子的密码到底是什么？温教授摇了摇头，跟我说秉承说过，只有许家的血脉能打开这个尘封多年的盒子。我忽然想起了妈妈教我的诗，那是外公教他的医生本分，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要生尘。我颤抖着输入了这句诗的首字母，盒子咔嗒一声开了，里面只有一个旧 U 盘，一叠手写手稿，还有一张写有银行保险柜号码及密码的纸条。我把 U 盘插入电脑，里面是妈妈拍的视频，记录了她被拐的经过，益康医药和青山村勾结的证据，里面的内容和妈妈的录音完全对应，分毫不差。就在这时，房间里的座机突然尖锐地响了起来，屏幕上没有显示任何来电号码，一片空白。温教授的脸色瞬间惨白，立刻伸手拔掉了电话线。他跟我说，他们找到了这里，肯定是从图书馆顺藤摸瓜来的，外面现在全是他们的人，我们已经被包围了。我坚定地跟他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把证据带出去。温教授点了点头，跟我说秉承一定留了后路。宁州医科大学家属区的老房子里，温教授快速翻找着书房，他最终按照特定顺序抽出了几本厚重的医学专著。他身后的书架缓缓划开，露出了一条漆黑幽深的地道。我和温教授攥好 U 盘、手稿与写着保险柜信息的纸条，低头走进了地道。不知走了多久，我们从后巷的栅栏出口钻了出来，我们成功逃离了被人团团包围的家属区。我们穿过几条僻静的小巷，温教授伸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就在这时，我临时买来的老人机突然响了起来，来电显示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号码。温教授按住了我想要挂断电话的手，让我接起别说话。他叮嘱我先听听对方到底有什么目的。我按下了接听键，电话那头沉默了10几秒，随后里面传来了一个冰冷又沙哑的男声。他喊我许星小姐，说我外公的研究我母亲解不开谜，他让我好好想一想4岁那年夏天老家院子里发生的事。我心头猛地一震，
妈妈用18年的谎言护着我长大，她从来不让我接触过去的任何一件事，分毫都不行。温教授立刻让司机停车，我们下车后迅速汇入路边人流。他跟我说，这个电话不是为了定位，是引导我想起密码。我们走进了路边一家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我坐在角落的位置，拼命回想4岁那年的记忆碎片。阳光洒满的院子里爬满了翠绿的葡萄藤。外公把我举到他的脖子上，妈妈站在一旁笑着，她的声音温柔的像水，轻轻裹住了整个童年。我忽然想起，妈妈曾跟我说过外公生日的那天，他第一次穿上了白大褂，那个日期是10月12日。我瞬间反应过来，这就是密码的后半段。我看向温教授，跟他说我知道密码了。我们心里都清楚，益康医药想要的不只是外公的研究数据，他们更想要的是我这个人。我们必须分开行动。温教授带着我来到外公生前给外婆准备的养老房，这里偏僻又隐蔽，是我们最后的安全避难所。温教授跟我说，我们现在不能去银行，现在所有的银行网点全都是他们不下的眼线。他指着我手里的 U 盘，说会把里面的视频匿名发给各大媒体，还有业内的泰斗，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为我争取行动时间。这是声东击西的计策。温教授留在这里吸引所有火力，而我要去银行拿到外公留下的最终核心证据。我看着温教授的眼睛，斩钉截铁地跟他说我去。温教授拿出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里面是全新的身份证明和护照。他跟我说，这是秉承留下的，送给我新生的礼物。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我向温教授深深鞠躬道别，然后我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凌晨浓重的黑暗里。我没有去银行总行，而是按提前规划的路线坐绿皮火车去了林市。我找到了当地的银行分行，向工作人员出示了证件和保险柜号码。在银行的地下金库里，我和经理一起打开了那个保险柜，里面静静放着一个加密硬盘，还有一封外公的亲笔信。信里详细说明了整个研究的全部始末，还提到电话里的男人叫陆泽，是他最得意的学生，也是他亲手安插在敌人内部的最锋利的尖刀。信里还写明，硬盘需要连接益康医药内部特定端口才能激活，届时会自动公布他们所有的犯罪数据，分毫不差。我小心收好信和硬盘，拨通了陆泽的号码。电话刚响了一声，就被对方迅速接通了。他在电话里跟我说，你到了，让我去市中心人民公园。他说他会在公园的荷花池边一直等着我。在人民公园的荷花池边，我见到了穿着风衣的陆泽，他看着很年轻，眉眼间却满是沧桑，眼神锐利又沉静。他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我是陆泽，代号探寻者。他带着我去了城郊的安全屋，里面摆满了顶级的电脑设备。连接好硬盘后，陆泽跟我说，老师把最后的钥匙藏在了你的基因序列里，想要激活硬盘，需要你本人亲自进行授权操作。我伸出手按下了指纹识别器，完成授权。屏幕上立刻跳出了10分钟的倒计时，数字飞速跳动。陆泽的语气很轻松，跟我说倒计时结束，一切就都结束了。10分钟后，屏幕上的数字归零的那一刻，我的手机里新闻推送开始疯狂地接连弹出。益康医药股价崩盘，实控人及一众高管被警方带走，违规人体试验、勾结村庄拐卖人口等丑闻接连曝光，外公的研究成果也在同一时间公之于众。所有的事情终于尘埃落定。陆泽帮我联系上了温教授，他很安全，决定用余生整理完善外公留下的研究。我以徐秉成和许清然的名义成立了公益基金会，专门资助贫困地区的医疗建设，也帮助被拐女性寻亲回家。我没有再回那个生活了18年的山村，而是留在了宁州。我重新走进校园完成学业，也换回了我的本名许心愿，星星的星，愿望的愿，这是我的家人对我一生的期许。每当夜里抬头看星星的时候，我总能找到夜空中最亮的那一颗，它指引着我走过了所有的黑暗，也一遍遍告诉我，天就快亮了，光明中会洒满所有的角落。